朋友们，我们都知道，佛呢是觉悟者的意思，而觉呢通常又有两层意思，一是所谓的觉悟，也就是智慧上的领悟、开悟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的心境会变得通透豁达，烦恼转瞬即逝。大多数时候，就算独自一人，也能感到一种深邃的宁静圆满。智慧上的开悟，也即是明心见性，某种角度也是理上的顿悟，道理智慧上的通透明白，能引领我们瞬间看破正在发生的烦恼困惑，从而回归到那本性解脱、本自清净的状态。而从事的角度来说，觉表现为觉知，这个是实修的功夫，时时刻刻都能保持心灵清明的觉知，觉知到每一个起心动念、情绪变化、身心感受，从而知幻即离，以此呢契合本自清净的自性。通常来说，道理上的顿悟以及在事上的觉知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道理上通透明白了，自然就不住烦恼相了，时刻都能回到清明的觉上。如果时刻能处在清明的觉中，不被妄想烦恼挂碍，这样一颗空灵通透的心，也就更容易契合智慧。这也便是所谓的事理皆缘。事是对智慧的实践，理是对智慧的领悟。首先需要说明的是，明心见性要见的自性并不是觉知，自性也称为觉性，是指觉知的产生之性。在开悟的楞严中，觉性也被称为见性。正所谓见性是佛，佛不是某个人，也不是某种超越世间的存在，而是那个能见能觉世间一切现象的觉性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修习觉知，安住于能见，只是第一步。透过觉知，去领悟那个能产生觉知的根源，去领悟到那个产生之性，才叫做明心见性。更究竟的来说，明心见性要见的真如自性呢，不仅存在于觉知之中，更存在于被觉知的一切现象中。所以从究竟的理上来说，人人本来就是开悟的，因为没有哪里不是真如自性的显化，没有哪里不是开悟的。而长期以来，我们陷入了被觉知的外在现象，以及内在生灭变化的念头情绪中，陷入这些相之中，忘记了自己的本性，所以才有了所谓的迷惑和烦恼。因此我们才需要修觉知，因为觉知比被觉的生灭变化的现象更加稳定。这就好像我们时刻都能觉知到自己是开心还是烦恼，是迷惑还是明白。这种能觉知的功能始终是清明的。能觉与被觉，即是见与所见，是真如自性所产生的两个最基本的面相。真如自性就像一盏灯，灯发出的光是觉知，被光照到的现象就是自己的一切身心现象。真心、觉知、现象，这三者是非一非异的。非一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三种，非异是说有心必然有觉，有觉必然有被觉知到的现象。而从修行的角度，从生灭变化的现象返回到觉知上，再从觉知返回到真心本源上，即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返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这种往回返、往回逆的方法，也类似于禅宗的参禅。参念佛是谁？参谁在觉知？就是往念头和觉知的本源处返回，与反相对。正观包括所谓的正念，便是时刻处于觉知中，去观察自己的每一个心念和正在发生的身心感受，从而在觉知中保持如如不动，心不随境转，体悟本自清净的自性。觉知的修行方法呢有很多，比如佛家的念佛法门，
就是心中时时刻刻念着一句佛号。很多学佛的人呢，都会选择念佛法门。然而念佛法门呢，却不仅是念一句佛号那么简单，其中的智慧与很多方法都是相通的。念佛首先要知道佛菩萨是什么。佛、菩萨、众生，包括自己的身心一切，皆是由一心所生。举例来说，就好像是同一块黄金打造出了很多的物件，佛菩萨是那里面美好的部分，众生是那里面善恶参半的部分，但它们本质是一样的，都是那一块黄金，都是自心所现。因此念佛首先要明白自他不二的道理，也就是我与佛菩萨本质无异，我即是他，他即是我。在寺院里，我们经常能看见拜佛的人，拜佛是为了放下自我的傲慢，让心变得柔软。当心变得柔软、空荡，我们就更接近于内在的本质。当我们放下了身段，放下了固执，去跪拜的那一刻，实际上是在向自己的本质臣服。佛菩萨并不需要我们虔诚跪拜，是我们的自我需要虔诚来融化。所以真正的拜佛是什么？不是一种祈求，也不是和佛菩萨做交易，并不是说我做了什么，我布施了多少，然后佛菩萨就会保佑我，就会实现我的愿望。本质上是我们的心变得柔软、温暖、慈悲、乐善好施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其实离佛菩萨更近了一步。所以当我们拜佛、念佛的时候，佛菩萨的加持源自于我们要相信自他不二，自己与他无二无别。在那一念之中，我们的心便具足了祥和、慈悲、宁静，也便是做了一念的佛菩萨。所以说，净土在自己的心中，不一定在远方。一念之中没有了自我，一念被转化为祥和、慈悲、宁静，这便是一念的净土。熟悉了这个道理，你再去念起一句佛号，那一刻就犹如醒来了一般，内心发生了一种转变。这便是在一念中，身心到达了佛菩萨的维度。不过在另外一些时候，比如当我们看着远处的青山、白云、夕阳，或是观想着某些美妙的场景，我们也会感到无比的祥和、安静与美。这样的时刻也与念佛无异，心中无我无他。没有念佛的人和被念的佛，以至于无念，只有一片祥和与寂静，喜悦与幸福。这便是净土。还有一种常见的方法呢，是止观。我们也经常会提到它。止与观本是一回事。所谓的止，就是觉知，只去观一处；所谓的观，就是放开心胸，去关照正在发生的一切念头和身心现象。然而对于止观来说，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要去刻意的观，也不是要树立起来一个能观的觉知。观、觉察、觉知一直都存在，就在我们的每一种身心现象、每一个念头之中。我们的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感受，都必然有观在其中。观即是心的知道，它知道一切，知道自己的念头好不好，或是有没有念头。它知道喜怒哀乐的发生，也知道有时难以控制。它知道一切感受的内容。如果没有这种能知存在，一切念头感受都不会成立。就好像镜子和镜像必然存在着同步性。所以说修止观呢，某种角度是要从念头感受的变化无常中，去找到自己是相对不变的观，而不是立起一个观来去观察清楚什么。它本来就清楚，始终与一切念头感受同在。无论我们的生活境遇如何，对正发生的点点滴滴，
对每一个感受的能知能观，是本自清晰且不会损坏的。我们不要说自己找不到观，也不要说自己无法稳定的观，否则是谁在知道这一切？参禅也是这个道理。参禅就是在参是谁在知道我在觉知一切。所以为什么说自性人人本自具足？自性存在的究竟本质在生命中呢？就体现为觉性、见性。觉性、见性便是说心能觉、能知、能观的产生之性。当我们想要找到自己是能观、能觉的时候，就在这想要寻找的一念之中，观就已经存在，它时刻在映照。因此，我们任何一念之中都是自性具足、觉性具足的。而当我们足够熟悉观，就不会再排斥任何烦恼，因为观和真相就在其中。在观中，一切身心感受都没有差别，一切好坏念头都不去干涉，给他们生发的空间，让一切成为他们自己，自己只是时时刻刻的观而已。这便是如是观。而恰恰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一切烦恼与向往都会变得安静，一切变得淡化，转瞬即逝。我们反而稳定观察到了一种祥和与爱，所以它也与参禅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没有区别。在一些时候，我们甚至会意识不到自己是观，就好像完全没有了我，好像连观也脱落了，有一种寂静、空旷、合一浮现。而禅就是直接告诉我们，心灵的本质就是觉性，就是自性，就是无限。其实我们什么方法也不必用，什么也不必修，当下承认就好，因为那个本来面目本就是自己。所以对于禅宗来说，心中的一切造作都是多余的，或者说多余的造作就任它发生，自己去灭除和改变什么又是一种造作。六祖慧能说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方为本来面目。万缘放下，通通放下，让一切顺其自然，我们自然会发现自性是什么，真相是什么。所谓放下，就是不要有任何想要更好、想要解脱、想要修行的动机。不光是要让我们放下世俗的，连一切求智慧解脱的也要放下。放不下怎么办？放不下就提起来。这个能放下、能提起的皆是心。心本来不受任何挂碍，本自解脱，本自宽广，本自无限。所以终归无所谓放下、放不下。禅宗的不思善、不思恶，也是完全彻底的，本质是不分别的意思。所谓不思善，是他的心里没有任何概念和定义。一些事情发生了，我们将它定义为善，但禅宗因不分别，心中无挂无碍，心时刻无挂无碍，不分别便是无一切心，无一切心，心中善都不生了，恶又从何而来呢？无能所，无方所，无相貌，无得失，一切贪嗔痴本来不生，所以也不知恶是何物，也便不思恶，不作恶，心中总是无取无舍，一切本是自性随缘妙用，不做任何方法，自心反而不受挂碍，宽广无限，明妙安乐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